关于台湾问题，有一种认识很幼稚，甚至非常错误，认为我们需要准备好了，万事俱备了，再动手不迟。但我们在准备的时候，敌人会停下来不准备吗？他们也会同步准备，甚至比我们的准备还要积极，速度更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G7会议联合声明表明，台湾问题史无前例的严峻，我们不能再拖了。18日，G7外长会在日本闭幕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涉及多个中国内政问题。这一次在日本召开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，在美日的联手操弄下，台海问题已经成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但这还不算，关键是会议还发表了联合声明，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诸多领域的内政。关于台湾问题，G7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写道：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，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化活动。我们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，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。这真是不可思议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，中国为何无权在台海地区展开军事化行动呢？很显然，这是7国集团在涉台问题上的重大突破，更是赤裸裸地向中国挑衅，对中国发出威胁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，7国集团外长会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恶意污蔑抹黑中国。有关声明字里行间充斥着傲慢、偏见和反华恶化的险恶用心，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，并已向会议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。7国集团的这次会议出现了两个主角，日本外相和美国国务卿，正是这两人的一唱一和，相互配合，这次会议的主题变成了反中反俄的会议。至于其他5个国家的外长，完全就是跟着附和而已。这一次在日本召开由美日主导的7国集团外长会，对美日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他们成功的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了，至少在文字上已经国际化了。这就意味着获得了7国集团联合支持的台独分裂势力必将受到极大鼓舞，哪里还会接受两岸统一，只会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变得更加猖獗。那么如果我们迫不得已出手实现两岸统一，或许真会面临比俄罗斯还要严峻的外交局面。面对美日两国正在设法扩大支持台独分裂势力阵营的趋势，越是往后，这个阵营可能越是庞大。关键是挺台阵营的方案和计划一旦准备完毕并不断完善，我们面临的局面就越是复杂和严峻。我们需要认清的一点是，美日两国乃至很多国家一定不会乐意看到中国实现完全统一，并且还存在隐性挺台的中间派。时间越是往后，这样的国家只会越多。关于台湾问题，有一种认识很幼稚，甚至非常错误，认为我们需要准备好了，万事俱备了，再动手不迟。但我们在准备的时候，敌人会停下来不准备吗？他们也会同步准备，甚至比我们的准备还要积极，速度更快。因此，两岸统一真不能再拖了。